外面吵什么呢？世子大人，前面花街有人在斗殴。斗殴啊，好事儿啊！要不我带我的人马先去看看？这事儿归武城兵马司管。要不然，今天就算了吧，咱们回去吧。怎么能算了呢？这么热闹。要么你先在这儿待着，我先去看看。哼，哎，你可不能讹我啊！还没结账呢，怎么结账？我自有喜恶，我怎么可能碰都碰不到你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人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还没结账就想跑，想得美！世子大人，我们这就回去吗？还是去看看吧，免得他又惹出什么乱子。你大胆！你竟然给压着本世子！你起开！你起来！现在是世子殿下压着小人，若是世子殿下想吃小人豆腐，可是要收费的。 谁想吃你豆腐？无耻！来人，把这个脏东西给我弄出去！超，没想到你们可以呀！啊，我懂，那个我先走，你们继续啊！哎，你回来！ 我来吧。好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谁是姑娘啊你？ 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扶一下，扶一下。哎呀，有点累，兄长，有点累，兄长慢点。哎，兄长辛苦了。哎，这场面羞死人了。我们走吧。府兵听令，挡住人群。你干嘛？
见过书城世子，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嫌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啊？这可是败坏名声的好机会。赶快上去。大家免礼吧。你刚才说，我得付你钱，是吗？世子殿下若是不想付，也就罢了，只需要记着沈爷的好便是。毕竟，钱债一还，情债难偿。我觉得世子的情债更值些银两。这玉佩你刚才碰过，送给你了，应该是值些钱。哇，这可是传世的名玉，折合成银两，小人怕无法找零。啊，不必，我书城也不知找零是什么。哎呀，反正就是送给你了。哈，你是开欢楼的，对吗？嗯。那既然我付了你钱，也等于我逛过欢楼了，对吗？世子殿下怎么说，那便怎么是。那便好。各位，我书城今日逛了欢楼，还请大家记下，也可以四处宣扬这桩丑事，我不介意。这下可以走了吧？世子殿下慢走。下次带他还来找你玩。没想到是这样的见面。敢问兄长，这就是那个憨憨世子吗？回去张嘴。小事。你们觉不觉得缺点什么？缺什么呀？该置办的咱们可都置办齐全了，这银子花在什么地方，我这可都一笔一笔仔细记着呢。我们可没有贪墨啊。缺人，缺客人啊！咱们开门做生意没客人能行吗？再说了，那天咱们大闹一整条街，知道咱们的人应该不少啊。是不少，可是现在咱们也成了风月行的公敌。哎，人家现在可是动用了所有的人脉，在给我们难堪呢。还好，我们不是真的做生意，只要兄长最后能夺得花魁，便是好的。谁说不是真的做生意？既然我盘下了这凤儿，我就得让他再度成为大楚第一名门。兄长高远，名声起来了，最后夺得花魁的希望也更大。但咱们总不能把客人都压到这儿吧？你说要是一直没有客人营业的话，咱们也是京城第一楼了，不过是倒数的。行了，别嘴贫，都打起精神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有最尊贵的客人到。反正要是亏了生意，着了本钱，我定找人牙子卖了你们去补缺口。兄长息怒。嘿，真是一群酒肉朋友，关键时候一个都用不上，都被其他欢楼给请去了。
弄得我今天很没面子。花我的钱挣自己的面子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世子大人啊，那个呢，有他们在，你这坏名声才能更快的传出去啊，是不是？光他们还不够，还得把场面做得更大一些。超，我已经到头了，那些大纨绔，我也请不来啊。有贵客，来了来了。来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不会讲话，来者皆是客。只可惜，我们凤楼不接难客。如此冷清又如此寒酸，你们说哪里像有开业的样子呀？啊！是啊。沈烨，京城4大名楼的当家人，来给你贺凤楼开业了。收到了，请回吧。贺你开业第1天，也贺你开业最后1天。你也是真不会说话呀！要我说，你们今天晚上都别走了。1个花瓶10两银子，不打折。哦，错了，1个花瓶100两银子，不打折。哎，反正没别的事，我们打架吧。笑话！那日是我们准备不足，才着了你的道。现在京城4大名楼的当家人都来了，你们还敢造次吗？如果不敢的话，就赶紧过来，受我100个耳光，再让我把这里砸个干净。怎么？现在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还敢加害于我不成？唉，我最讨厌装腔作势的人。先说好，来我凤楼就得付钱，我们是按人头收费。沈烨，你欺人太甚！你，金山侯府大小姐到。哟，新开的场子就这么热闹？哎，谁是沈烨？小人沈烨，见过梁小姐。听闻你今日开业，有人让我贺一贺你。这2颗夜明珠，赏你了。谢过梁小姐。南彻，招待梁小姐。是，在下南彻见过梁小姐，请梁小姐屈贵，随小人上楼。哎，梁小姐，不是说好今夜去小人的欢楼吗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谁让沈烨的靠山面子大呢？哎，说来也怪，这有些人吧，平日里也没个交往，突然捎个信儿，我还就得乖乖的听他的话。真没想到啊，这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。兵部尚书万大人家千金驾到。唉，惹他不起，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要来捧场。老板谁啊？小人沈烨，见过万小姐。万小姐，您不是说今天身体不适吗？怎么还有空出来呢？你聋了？都说了有惹不起的人给他撑腰呢，我敢不来吗？那1对南国的玉如意，赏你了。多谢万小姐。你，
碧玉，招待万小姐。这边请。世子大人说的就是这儿吧？好像是。暖场的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些可都是上大夫的舍医。是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皇亲贵胄，这风气确实该整治了。你看这个，这些就是所谓的大纨绔，他们是断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呀。沈烟的面子可真大，搞得我都不敢进去了。聚齐他们很难吗？那当然啊，这赌桌上呢都有王不见王的道理。这些人可都是有天牌在手的，只有不见面才能避免冲突。这一定是有一最狠的人出现了，会是谁呢？我。苏小姐，祝沈公子开业大吉。这苏小姐也来了，她可是只开堂会，从来不来风月楼的。这个沈烨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贾小姐，恭喜沈公子，祝沈公子开业大吉。里边请。哎呀，红宇啊，我就觉得今天不太对劲儿。哎，要不咱们还是退了吧？不能退，今日一退，以后这沈烨还不得骑到我们头上来？说得对。值，太值了！且不说平日里碰不到这些人，单说这沈烨姿色绝佳，连他身边的几名侍从也各具千秋。可不是，见他这第一眼，我这病便好了大半。只可惜呀，书城看中的人不好下手，还有4大楼的人齐齐的找他麻烦，也是热闹事儿一桩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京城欢楼最有来头的客人都有哪些，再把他们都叫来了凤楼。你跟他们很熟吗？没有啊，大多半我都不认识，我也就是试着请了一下。原本以为这临时邀约来不了多少人，没想到竟然都来了。只有他们在，我书城的名声才能坏得更快一些。沈烨，我今天就非要在这些达官贵人面前要你好看！你又敢打我！苏家世子书城贺沈烨公子凤楼开业。哟，花瓶都碎了，这么热闹。大家不必多礼。世子大人，这4大名楼的人联合起来都欺负我，我都说背后的靠山就是世子殿下您，他们非不信，压根就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滚开！哎，就按我刚刚教你的说。本世子今日来贺凤楼开业，叫了好些朋友来这里聚一聚。虽然你们这儿很多人我也不认识，今晚所有开销都算我的。谢世子，拿上来吧。有这好事儿？是啊。这么多金子，这么多银子，这世子简直犹如我的再生之母，实在是……再滚开！哎，沈烨，
你不是说你最讨厌装腔作势吗？我看你才是最恶心之人。对，你们是来闹事的，还是来喝凤楼开业的呀？回世子大人，小人也是来恭贺的。哦，那贺礼呢？世子问你们话呢，贺礼呢？马上去取，这就派人取。说到要做到，记得要送礼，我也好给你们回礼。是。我说的对吧？今日所有到来的朋友都是给我们世子面子，世子大人必将重谢。对，你们给我面子，我给你们金子，就是这样。谢世子。哦，我与凤楼的这位沈老板并不熟，之前也没有什么交情，可本世子就是偏偏看他顺眼，想为他花钱，也请各位要多多照顾这里的生意，对他好便是对我好，本世子就会记得这份情。若是你们没有钱也没关系，反正最近有些钱是花不完。多谢世子，小人无以为报，只好以身。今日世子大人来，只交代一件事，回吧。恭送世子。书成什么意思啊？大老远来一趟，就为了帮沈烨撑腰站台，这沈烨是有天大的面子吗？沈烨刚到京城，便由书成力捧他当花魁，他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呀！还望各位贵人多多提携沈烨，多多照顾凤楼。虽然我很高兴可以早点走，但是不应该再招摇一番吗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你这花了钱使劲玩呢，别人最多就叫你花中急先锋，但你这花了钱不玩呢，才会被人津津乐道，这才叫败家子，明白了吗？还真是有点道理。你果然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。兄长，你的身手有点慢了，可是有人乱了你的心境。先请兄长责罚，再请兄长指教。这些人都是冲着世子来的，这个憨傻的家伙，还真不让人省心。这第几次了？实在算不清了，不知又是谁做的。除了暗亭的人，谁敢在京中动手？暗亭已经许久不曾为难过世子，为何今夜要突然动手呢？直接去问不就好了？刚好看看你的身手是否真的退步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保护着世子，为什么却从来不告诉他？等到一切了结的时候，他会有机会知道。走。先生，这是今日朝堂京畿所辖的呈报。书城的事怎么样了？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请先生稍待。大人让我关注沈烨，却严明不要叨扰。还有我们暗亭需要退避的人吗？给我好好调查此子究竟是何身份。是。凤楼沈烨，协地郎沈从，求见朱先生。
朱大人，是否接见？来得还真快啊！告诉沈公子，朱某不过是一缝纫，身份卑贱，就不见他这个贵人了。是。早就听闻，朱先生是天下第一秀，今日又见面了。沈烨还真是急切的想要见到你，失礼了。地郎，道歉。失礼了。把手上的血擦干净，这样很没礼貌。两位找在下有何贵干呢？朱先生是暗亭的京畿旗总管，在下深夜到访，主要是为了2件事情。第一件是问你为何要对舒城下手，第2件则是替他向你报仇。那么老朽说还是不说，我都得死啊！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哦。先生，要不要让罗畅帮一帮朱先生？此前这2人一直不分伯仲，此次刚好让他们分个胜负，也好知道这小子有没有跟我交手的资格。是。49根银针，你已经尽数打完了。我认识你，你就是清月派救走舒城的那个少年。说来惭愧，当初您的最后一针我没有躲开，差点命丧你手。不过这回我倒是赢了，多少找回点脸面。大好的少年，为何与暗亭为敌啊？我找的就是暗亭，灭的就是影帝。你休想从我口中探出半点消息！你废话还真是多。不过你说不说，我都会找到余淮，并且杀了他，而你也会死。不过朱先生是暗亭中地位极重的人，主司刑讯，又掌管京畿总部，杀人如麻。我准你死得体面一点。谢谢你的体面。你这回动作倒是挺快啊！还是兄长指教得当。此人针法绣功了得，也算是个举世无双的缝人。你去他那边屋子里面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衣服。兄长，难道我们还要做抢劫的勾当吗？他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无主的，咱们这不是抢，这是捡。会不会过日子啊？哦。
平做的，小偷小摸也做的，有点意思。好了，你还是去吧，要不？我不去，难得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我还想再多看一会儿。我是因为谁才变成这样的？你心里没数啊？某人还好意思在这里看我笑话？要不然，我再给你上点药，反正也不差这一次了啊。你看吧，随便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母亲不仅没同意我思过和入朝学习，她竟然觉得我闹得还不够大。我怎么办啊？你就这点本事啊？连我母亲都还觉得不够呢。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我不陪你玩了，我小命都快搭进去了。还不够。还得玩的再大一点。你想气死舒大人啊？红渊，吩咐下去，我们去凤楼。是，不是，舒长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太适合逛欢楼吧？你去不去？红渊，走，去凤楼。是，真乖呀！来，给你扶好啊。兄长，世子的车辆到大门了。正想找个理由去寻他。没想到他自己却过来了。不过，世子好像另有所图。世子大人，稍等，等我点完火再说。不，世子大人，小人哪里得罪你？你要烧我凤楼啊？我挺喜欢你和凤楼，所以得烧。不是，你要是喜欢，你一把火烧了，你以后也来不了了，是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会控制好火势，还会为你修缮，再补偿你一大笔银两。不，嘿，世子长，世子大人呐，这不是价钱的事儿啊，这凤楼是小人的心血。价钱随你开，我就是想邀请你随我到舒府住上几日，时时陪着我。如果是这事儿的话，世子大人完全可以跟小人直说，小人完全是乐意的，但完全用不着收我的俸禄。邀请、下帖还要解释，太麻烦了，不如直接把你这地方烧了。你们可以救火了。快！你这凤楼烧了几日，你就在我那舒府住上几日。快点！哦，我的生辰礼也交由你来打理，价钱还是由你来开。你可以去收拾东西了。再来水，来了。你可以放开我的腿了吗？否则我会打你的头。水不够。还有那个，快，再来2个人。来了。红颜南风，安排一些府兵接他入府。另外，在场围观的所有百姓，皆可说，我舒城为了接沈夜入府，特意烧了。这边，他这凤楼
是。真是个天才，惊奇的天才。我以为抬过来的是具尸首呢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我这不是着急来看你吗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红渊回过话，沈烨带着沈从住进了出凡小筑。那你都让他们两个住进来了，怎么不去看看？我让他们住进来就是做做样子，我看他们干什么？哎，我的书城啊，这两位家人还真是可惜了。你真的对那个沈烨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？要不，我陪你去找他玩，顺便看看他的火秀舞。火秀舞？你还想着火秀舞呢？啊？那看来啊，香味不重嘛？啊？火秀舞，这小脑袋瓜里还能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还头能？见过家主。孩儿见过母亲大人。见过舒大人，恕晚清不能行礼。我还以为是一具尸首呢。你的事我听说了，辛苦了。这份情谊，舒家会记在心里的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打砸了慕容家，还毁了人家新建的园子。是。武城兵马司的人报告，你还烧了一座欢楼。是。烧人家的地方，就是逼人家入府伺候。是。还要让人家打理你的生辰。是。你堂堂一个世子，居然要欢楼的小官来打理生辰礼。哎呀，不错呀！初听之下，我都已经生气了。不错，继续努力。谢过母亲大人，孩儿一定继续努力，也请母亲大人保重身体。娘身体好得很，只怕你没那个本事。那位家人已经入府了。是。那就让他晚上来献艺吧。来都来了，也别荒废着。娘来替你做做样子。我看母亲大人是自己想看吧。孩儿无礼，孩儿这就去办。哼。随我去趟出凡小筑。走。成儿，你得把我也抬过去啊！见过世子殿下。兄长命小人在此恭候世子，请世子一人入内。大胆，竟敢对世子无礼！兄长说了，既然我们住进此处，还请世子殿下体恤。你们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
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或者我把你胳膊打断。见过世子。我收拾花圃的时候，采了些花瓣，这漫天花雨，独迎世子。也算是巧思。你主理我的生辰，应该会让人满意。凤楼开业那天，我便准备了一支独舞，要献给世子。今日就借着这幽静之处，我刚烧了你的地方，你就要给我献舞，你还真是个厚道的人啊！世子生得真好看。留着你的本事吧，我母亲请你晚宴时献艺。这花语就很好看。准备一下。舒家的家主舒柔，让我们晚宴献艺。准备一下的意思是，要杀了舒柔吗？你脑子在想什么？我对她是那般心思，你要杀她娘？沈曾鲁莽。小人沈烨见过舒大人，见过世子殿下，见过慕容小姐。晚上好。沈烨，我母亲想看一下你的火绣舞，听闻是冠绝天下，如此便有劳了。那便让雾家地郎沈从为舒大人舞上一曲吧。我母亲是想看你跳这支舞。小人曾允诺过，为世子殿下独舞一曲。既如此，还请舒大人、慕容小姐回避。沈烨，难不成你要惹舒大人生气啊？什么时候还这么讲信用？沈公子，请上前几步。抬起头来，沈烨，正是小人。成儿，你从哪里寻得如此极品佳人的？母亲可是动心了。你看上的人不妥吧？以孩儿来说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道具，咱们母女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吾儿孝顺。但是母亲，我得通知一下我父亲大人，他还在云州。您要是想寻得新欢，这还是我介绍的，这不太妥吧？算了，这沈烨也没什么好的。沈烨，既然有舞你不跳，那这腿便不用留着了。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！哎，别！啊，这般暴力又是何必呢？不跳就不跳吧。沈公子，成儿的生辰礼就有劳你了。花魁于怀我也邀请了，听闻你也有花魁之意，正好你俩可以比试一番，我很期待。
如此便是结束了吧？沈烨，你真厉害，我母亲眼睛都看直了。那我生辰礼就交给你了啊。啊，成儿，你等等我！沈烨！小风啊！每年你的生辰，陛下都会亲手为你正冠。今年会再赐一颗金珠给你，以示恩宠。今后，你便是五珠世子，当世无双。表面恩宠，实则捧杀。你心中有数就好。前几日他还提醒我，让我对你严加管教。看来，你的坏名声已经传播开来了。所幸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他赐你金珠，自大楚开国以来，除了天家之外，还没有人获此殊荣。近日，也没有暗廷的人在对你动手，这说明他已经对咱们放松了警惕。你只要坚持下去，待你成为下一任舒家家主，便不用再忌惮。母亲已是家主，不一直也在忌惮天家吗？当你成为舒家家主的时候，局势便不一样了。兄长可是在盘算晚上的事？你听，皇宫那边好生热闹，应该是皇上正在给世子正官加赐金珠。今日玉怀会到，那又怎样？还请兄长允许我替兄长献舞。为何？这是我的事，他应该由我手人。兄长救我、养我、教我，如今是我报恩的时候。那你的仇不报了吗？往日有劳兄长，屠戮慕容门门，神从拜谢。如此一来，神从恩仇皆了，再无牵挂。傻小子，想的倒是简单。兄长，哎，我就想给他好好过个生日。承蒙各位厚爱，为小儿的弱冠之礼增光添彩，请。成儿，书城谢过各位大人。他日书城入朝为官，还请各位大人多多指教。说见外话了。到底是舒家世子，开口便是入朝为官，造福黎民百姓之事。他哪有这样的志向啊？吃喝玩乐的本领倒是不少。这不，他又请来了2位朋友，若是各位不嫌弃的话，请他2位朋友为大家献艺助兴，如何呀？好，难不成是凤楼的沈家兄弟？如此甚好。这凤楼沈烨名头正盛，我都想着这何时才能一睹这佳人风采。那就借着这个承儿弱冠的机会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不必着急，我还请了花魁余怀前来。花魁余怀，听说这余怀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佳人，是我大楚国的瑰宝。这沈烨又是后起之秀，这2人同台献艺，
岂不是提前建设了花魁大赛？是啊，也就只有舒家才有这样的手笔呀。舒大人，世子，请。来，各位请。请。家主，沈爷那边准备好了。来得正好。哇！长得真俊俏啊！见过各位贵人，免礼。据说这沈烨的一支火绣舞，曾令大安国的国君日思夜想，乃至生了一场大病。这今日可探得虚实了。余怀到。一睹仙人芳容啊！草民拜见舒大人，拜见世子，祝世子福寿安康，龙颜永驻。舒大人，这位是？是啊，上回花魁大赛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根本不是余怀。草民是余先生的琴童，我家先生今日身体不适，怕冲撞了舒大人、世子殿下，先生已在家中沐浴焚香，遥祝世子生辰。今日庆典，我家先生福薄，无缘为世子助兴了。先生献上绿尾琴，恭祝世子生辰。绿尾琴，那不是余怀的贴身宝物吗？据说传了200多年呢。哇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！沈烨，送你了。多谢世子。南彻。草民告退。那你们可得好好表现了。各位贵人，兀家地郎沈从，自幼由小人亲自调教长大，由他给各位贵人舞上一曲，想必不会让各位失望。这火绣舞是你沈烨的成名之作，不该由你亲自献舞吗？是啊，沈烨。看来这支火绣舞，你还是只肯跳给成儿看呢。多谢舒大人理解。沈从，给各位贵人好好舞上一曲，助助兴。终于要见到火绣舞了。是啊，是啊。
怎么一个人在上面喝酒？参见世子殿下。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，又为何单独一人跑到这儿来？难不成是来找沈烨陪酒的？我不喜热闹，想出来透透气，许是多吃了几杯酒，不觉间便走到了这里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我知今日余淮不会来，而我也知，今日你一定会来。今日是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，沈烨还没有机会同世子殿下说句生辰快乐。沈烨，祝世子殿下生辰快乐。我的生辰不属于我。这是舒家的节日，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攀交情的日子。若是我说，每年中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天，你会信吗？那沈烨算是白费心机了。没有白费，你和你家地郎的名声，恐怕今后会更旺了。我知今日主礼生辰与世子无关，所以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独属世子殿下一人。我想要什么样的礼物没有啊？不劳。阵仗只有女帝才。你不要命了？竟敢偷宫里的东西！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可真是好看。走过几段繁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纵然这故事跌宕，有你便是风华。这孩子，为了给他过个生辰，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主人，我们为世子殿下准备的第二份礼物，也该奉上了。也好，我们也为他热闹一下。
难道世子不会？我会，只是我心里已有别人了。哪家公子有这么大的福气，能住进世子的心里？不是什么公子，就是个驼子。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驼子？暗亭引帝恭贺世子殿下生辰，特令吾等献上寿礼，送世子早登极乐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走吧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原来是暗亭的罗刹们到了，难怪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这里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不宜见血。别怕，是我。没事，几个罗刹而已，根本伤不了我。本来想处理得更干净一些，没想到还是搞出了这样的场面。清月宝扇，你可知这是清月派的镇派之宝吗？你更知道本世子是清月派的弟子吧？你盗此物，我应该杀了你。这不是盗，是取。我保住了清月派的弟子，还助拳退敌，这是我应得的报酬。亏我还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原来早就两清了。这扇子是个奇兵，但也抵不了你的事儿。我这不主动上门来讨了吗？暗亭引帝见过世子大人。想不到引帝大人竟然亲自登门了，看样子阁下今日一定要取走本世子的性命了吧？怕是这位小友是要舍命护世子大人了。哼，也罢，黄泉路上一起相伴，世子大人也不孤寂。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
伤得不轻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要想伤他，先过我的世故。痴儿啊，为一女子使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当真是与他一般无二啊！快！今日我不杀他，随我来。世子，没事吧？放箭！不可放箭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成儿，你可知那人是暗亭隐帝？他是来杀你的。母亲可知还有一个沈夜吗？他为救孩儿，险些丧命。出手，今日便决出生死。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对吗？当是花魁，余怀。出落的这般人才，你父亲泉下有知，也是欣慰的。说起来，我父亲当年身首异处，还是拜你所赐。这笔账，今天该还一下了吧？此刻与我一战，你有几分胜算？你自幼习武，9岁便入了杀手组织君子堂，那儿的传承之道就像阳谷，同辈需自相残杀方可精进。你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成了第7代的头目。你分化了君子堂的4位长老后，分而兼之，君子堂100年基业被你毁了。不过君子堂的手段令人憎恶，除掉也是好事。后来你入了落霞山庄、药王谷、清月派，或偷或盗，总算是学了这一身的本事。你倒是挺了解我。你以为你有与我一战的把握吗？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走吧，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不是你。有我在，你杀不了他。愚蠢！当年你父亲就是为了一女子，才落得那般下场。你不配提我父亲！果然跟你父亲一样，一身筋骨，天纵奇才。假以时日，你定能胜我。废话真多。待到花魁决赛那日，咱们擂台上见吧。此药可助你恢复，亦可增进功力。沈夜，没事。回到此时，沈夜祝世子殿下生辰快乐。
沈夜，沈夜，沈夜。你饿了，让红渊给你弄点吃的吧。你也2天没吃东西了，要吃一起吃。我没有胃口，你的伤才刚刚好，你快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！你也知道我的伤才刚刚痊愈啊，那就拜托你行行好，跟我一块回去歇着吧。你要是在这儿待着，我就在这儿陪着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那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要在这儿。到底还是他重要。不过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你和沈夜居然有这么有趣的缘分。确实是有趣的缘分。打死你，我也想不到的缘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是你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可不能见色忘义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打死3小姐？醒了就好，你快点躺下休息吧。着急见你，他也躺不下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也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。我也有许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就看看，不说话。我走，我走。我知道缘分这东西非常奇妙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克制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，注意。你兄长醒了，但他现在没空搭理你，世子没空理我。要不咱俩聊个天？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舒，单名一个程字，京都人士，祖籍江州，家中独女，文从当朝大学士苏乞，武从清月派掌门清玄院。舒家是大楚世家。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沈夜，父亲早亡，母亲不认我。身上的本事，一半是家中留下的古籍，另一半是偷学而来。谢过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还有我生辰那天，谢谢你，终于来到我面前。自那天伊始，我就一直记挂着你。
我当日就说过，我会有上门讨还的那一天。其实我并不纨绔，我也不喜欢胡混，只因舒家势大，我越求上进，皇上便越不得安心。母亲让我学着胡闹，也是为了自保平安吧。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那样的人啊！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开始便知道。那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，尽可说。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好傻，危难之中还能出手相救。可从那天起，我便忘不了你。所以，你来找我了，对吗？我已入重天之境，就不要再妄想了。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日我便知道，你身份一定尊贵。沈烨乃一介草民，能否飞上枝头变凤凰，那就得看世子殿下的了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这件事。这可是我们世子第一次行动啊！请问三小姐，我的天哪，你真会说话呀！你这个人冷得不像人样，我还以为你是个雕塑。你心头之上可否也有一人？他可能是心头所想，也可能是心中愧疚，或者是一个梦魇，担心那人化作厉鬼寻你索命。他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同你一般大了。拜见世子。晨儿，我们走吧。天冷，莫要着凉。兄长可是说了伤人的话？没想到你这木头也会察言观色。那余淮的本事很大。一到重天之境，我不是对手。日月同辉，也只有一丝同归于尽的可能。原本以为只是一场苦战，自己还能有机会与他在一起。可现如今，不能换跟他在一起，也只能换他活着了。与其让他有了情愫之后，再尝失去之苦，
不如让他以为我就是一个势利的小人，讨厌我，怨恨我，然后忘了我。可如此一来，兄长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就全都不知道了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活得踏实一点就够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该走了。今日是花魁决赛之日吧？世子三思，舒大人说，花魁大赛之后，世子方可离开，否则吾等性命不保。我不离开，就让他好好比赛吧。反正我已经尽力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今日过后，我们便再无瓜葛。世子，于先生到了，请先生进来。是。于怀，见过世子殿下。原本约在七里坡见你，因为有些特殊缘由改到了这儿，实在是抱歉。舒大人不让世子离开，世子就让我过来。如此既不会违背他的意思，也没有连累身边的人。世子真是聪慧啊！你怎会知晓得如此清楚？不说也无妨，我不是好奇的人。按约定，你放弃花魁之争，我补偿你。这些金子和珍宝，你且拿去。已经过了些时辰了，其实，世子大可以赖账的。我竟一点也没想到。但你既然信于我，我也不好失信于人。世子这番心思，是为了那个沈烨吗？他想当那个花魁，他得到他想要的，我便开心。在下实在不知，世子有何开心啊？拿上你的东西，可以走了。不着急，有一些沈烨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世子。他其实并不想要那个花魁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杀了在下。他也不是不喜欢世子，他只是担心没有胜算，死了会让你伤心，所以故意气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在下只想让世子死得明白一些。本世子向来不是灵光的人，容我想一下。他想杀掉你，而你想杀我。他有想杀的人，但没有人想杀他。有人想杀我，但是我又没有想要杀的人。本世子可是吃亏了。世子还真是清奇，你的这份亏欠，来世再偿吧。不必。来人啊！那些人应该已经被处理掉了。邱小姐，超，你快跑！暗亭隐帝，见过世子殿下。暗亭隐帝和花魁，竟然是同一个人，有意思。
世子不觉得惊讶吗？我在想，沈烨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知道你一直在刺杀我？知道。那么他想杀你，是在保护我？或许也有这些原因吧。那可以，总比没有好一些。我有胜算吗？总要试一试。傻孩子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可是得了那个花魁？无人应战，想来是得了，但我着急赶来，也不知详情。那便是得了，也不忘我的安排。你自作主张的这件事情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至于阁下，兄长，带他走。要走一起走。今日之事是我跟余淮的恩怨，救你并非我本意，你不必记在心上。你休想再骗我！你们快带他走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兄长了。走，走，把他给我留下。还是先了结你我之间的恩怨吧。糊涂，你误了大事啊！废话真多。学会了日月同辉这门邪功啊！我就喜欢这名字，它也能让我短时间内到达抽天之境。你可知它会让你气血逆行？你快点停下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今日，我们就一同去见沈娟吧。兄长，沈烨，兄长，你放开我！不要过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兄长，兄长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世子，三小姐，派人下去薛沈烨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是。找蝶灵画的栓子。啊！我就在这儿等他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，可真是好看。走过几段繁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我记得少年白衣策马，摘下四月海棠，点缀我眉间红刷。从此甘愿与你共赴这生死一场。斜阳落尽眼眶，笑饮半壶新茶，并肩看花灯初上。纵然这故事跌宕，有你便是风光。前日打的那位万二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好意。她那么急着去见你，我就想着送她去见你，这才出的手。你的衣裳倒也是别致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也是个蛮有品味的人。
怎么，本世子穿着你的衣服，有没有让你耳目一新呢？这火绣舞也是看你们舞了几次。今夏上台，我为你凤楼争争颜面，如何？世子这一出马，京城的舞者都是黯然失色。贫嘴！来人啊！见过世子。去问问今日来凤楼的宾客，若是本世子亲自登台献艺，他们会怎么打赏？原话传下去。是。你究竟是谁啊？你来我身边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沈从，你要干嘛？喂，你要干嘛？你看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恐怕也是占不了你便宜的。而且你兄长刚去，你这样过来现身不太好吧？我虽然没说不太好，但是我不是那么随意的人。我兄长这笔账，我也会记在你的头上。你发什么疯？这件事和树都送不到我头上了。我真该一早就把你给杀了。你放开我！你要杀便杀，不要折磨我，我怕疼。一心求死吗？偏不让你死得这么痛快，我会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吃尽苦头。不好了，三小姐，四小姐来抓你了！你干嘛？你松开！三小姐，外面来了一群官兵，口口声声说要拿了三小姐问罪呢。你是来救我的？我没打算让你死在别人手里。这份情，在下承了。我虽愚笨，但还是知道余怀之事事关重大。既然被牵扯进来，我就更不能走了。这一走，必将连累慕容一门。看不出来是要拿你顶罪吗？就算让我顶了书城的罪，我也乐意。你快走吧，就算你强行将我带走，我也有100种方式了结了我自己。三小姐，没事。
没事吧，三小姐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晨儿拜见母亲大人。沈烨的尸首找到了，湖水暗涌，不知吹到哪儿去了。难过吗？这些日子你可是玩尽兴了。还好，原本希望你收敛性情，保全性命，可没想到你闯出更大的祸。为娘悔矣。于怀的事，让你放荡一阵子，没让你把天捅破。四小姐，滚开！这么晚了，四妹妹何故闯我房间？有什么事儿，明日再说不行吗？明日再说。我奉母亲大人之令，今日立即将你拿下，交给大理寺。哦，对了，我母亲说了，你那位世子大人这次恐怕也自身难保了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你赢了，彻底赢了。我无话可说。影帝死了，母亲也是很高兴的吧？他是该死，但是不该由你去处置。阴差阳错，倒也帮了朝堂除了这等流毒，也是好事。你想过后果吗？陛下会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。母亲有机会能整顿朝纲，朝堂清明了，晨儿牺牲也是无妨的。这不是咱们舒家该做的事情吗？母亲放心，此事孩儿已有对策。有如此胸怀，母亲甚是欣慰。那你觉得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？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算到我们舒家头上，那不如就把这账放到明面上去算。这样或许陛下还能放我一马。母亲，请将孩儿给绑起来，送到陛下面前请罪。聪明，懂事。来人，在。母亲就这么着急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我态度好一些，也能让舒家免受牵连。那孩儿就祝母亲早日达成所愿。动手。是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。你8岁那年，就是捞了这池子里朕养的金鱼，还给煎了吃了。朕每每想起，都觉得心疼啊。当时微臣年幼，多谢陛下宽宏，未与微臣计较。当年你也是这样被你娘送到朕的面前，朕不但要请你吃饭，还得安抚你，怕吓着了你。吾皇仁慈，微臣感激不尽。但是成儿，你此次所为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针对朕的阴谋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并未知晓内情，这一切都是巧合，并无阴谋之事。你这是在为自己辩解吗？不算。害怕吗？不怕。
那总归有点后悔吧？不悔。此事与我舒家无关，全由微臣嬉闹而起。臣卿死罪，还望陛下息怒。你这是在给朕出难题呀！暗廷朕会得，别人悔不得。这口气真是让朕难以下咽。臣知罪，任凭处置。不过你这主动请罪也是一种态度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何事？慕容瑜大人今晨绑了三女慕容婉清，送到大理寺，并未提及罪名，只说任由圣上处置。这是特意给朕送个人头，让朕消气呀。哎，成儿，这慕容婉清是不是你儿时的伴读啊？求陛下开恩，此事是臣自作主张，与他无关。不为自己求情，却为他人求情，这说明朕杀得对呀。那就杀了吧，现在就办。是，陛下，慕容婉清所行之事与他慕容一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这真是个拖延的好办法呀！处理世家当然要比处理一个人要麻烦得多了，朕才不上你的当。陛下，慕容家把慕容婉清送过来，就是在求自保。您若是乖乖就范，只处置他一人，您威严何在？在众世家眼中，您又如何自处呢？传朕旨意，让大理寺拿下慕容一门。至于罪名，随便下一个。遵旨。至于你，就在宫中多住几日，陪陪朕，直到朕想到怎么处置你再说。你们两个快点啊！只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。之前要救我，现在又来看我，玄宗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呢。本小姐心里有别人了，你对我再好，我也不会动心的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快走吧，本小姐这次是逃不掉了，别再拖累你了。三小姐说的，可是那位死人吗？不重要，或许我很快就能见到他。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与你何干？他为何会死呢？那就更与你无关了。想必也是被你连累了吧？当年礼部兰大人惹恼了皇帝，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兰家幼子兰心，便是与三小姐定过亲的人吧？倒也不难查。可为何慕容家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构陷兰家？兰家能有那般下场，慕容家居功至伟啊。想必正是因为结过亲，才更怕被连累，更要拼命的撕咬。你说的没错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有人要我的命，你来除我的心，也罢，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，我没关系。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不跟着下去赔罪？因为你根本不觉得慕容家做错了，
相反，你觉得慕容家做的是对的，蓝家人都该死，蓝心也该死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有我的苦衷，犯不上同你讲。你以慕容家为荣，你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可如今是慕容家把三小姐送到这里，不讲半点情分，弃如敝履。沈从看到三小姐这般无依无靠、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才是感到欣慰的。原本三小姐可以不必受刑，可是慕容家使了银子，嘱咐大理寺的人一定要尽快的让三小姐死在这里。原来最想让你死的人是你的家里人啊！说我能有一人性命，换取全族平安，也算是一点补偿。三小姐有心了，只可惜这慕容一门都已经悉数下狱，这祸害家门的名声，三小姐怕是要永远担着了。看到此时你的下场，沈从畅快了许多。沈从，发现你设法见到世子，告知他，切勿伤害慕容家任何一人，就看在我与你兄长有些交情的份上，等我到了下面，一定给他当牛做马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会就让你这么死的。成儿一直在闹别扭，这2日已经开始不吃饭了。他知道陛下会顾及舒家的感受，所以以此来要挟，干脆饿死他好了。你是在提醒朕当年的事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真心的气愤。朕信你的忠心，不过，成儿可是你亲生的女儿。说话也不要那么重。他惹恼了陛下，那就全由陛下处置，我就当没生过这孩子。唉，成儿既是你的女儿，那就是朕的女儿。你狠得下心，朕还狠不下心呢。不过，既然朕把她当成女儿，那除了疼爱，还是要多加管教的。谢陛下宽厚。日后我定当好好管教这个不孝之子。这孩子有些顽劣，也该收收性子了。他年纪也到了，不如朕给他说门亲事，如何？也望他在成年之后能有所成长。陛下，这孩子心性尚未成熟，恐辜负了陛下的好意。此时应该严加管教，而不是赐一道恩宠。这赐婚的事，怕是要拖一拖了。哦，不与成儿商量一下？成儿的心思我懂，他这直来直去的性子，我怕又触怒了陛下。这孩子城府深，
心思正。这朝中上下哪家的心思不在攀附上？他有所抗拒，朕懂。谢陛下体谅。哎，朕心中倒有一绝佳人选，想与你商议一下。还记得苏启有个独子吗？可见过？记得，苏家的苏荣清公子。苏家家教比较严格，许久之前曾隔纱见过身影。此子风评尚可，虽未见过真容，可听说这位公子字画双绝，都说他的墨宝和丹青是可以流传于世的。那将这位苏公子许给成儿，如何？还请母亲大人恕罪，荣亲现在不便下床行礼。不用，你好好歇着，务必把身子养好。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你和舒城婚约的事，陛下已经同意了。多谢母亲大人。孩子，你以为如何？事情答应的太过轻巧，只怕是留有后手。是啊，他的承诺通常都以血肉来交换，你以后的路将是一番千难万险的景象，一定要小心一些。多谢母亲大人提点。你好生调养，我先出去了。母亲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孩儿很是高兴。回来就好，为娘担心死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兄长，请用药。见过陛下，见过叔侯。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翰林院修书，许久不见，可安好啊？很好。我无法胜任国家大事，修书写史倒是能自得其乐。只要我们君臣三人聚在一起，朕便回忆起儿时读书时的光景。你们二人与朕陪读，日日相伴，真是让人回味呀。陛下关爱下臣，不忘旧义，乃明主。淑清，他这个人清爽得很，无求品高，满朝皆知。况且我们之间又有旧日之谊，不如淑清就让他高攀一回，与你结个亲家，如何？对于这门亲事，淑清可还满意？啊，这样吧，若是淑清觉得这个孩子出身单薄了一些，那朕就认他为义子，到时让他以皇子之仪出阁，如何？谢陛下恩典。淑清，你以为如何？事出突然，他倒是有些手足无措了。朕还是头一回见你这般模样，真是有趣。陛下如此安排，微臣心中欢喜，请容臣去告知那个不孝之子。毕竟是舒家世子，告知一声也是当然。来人呐！是，将赐婚之事告知成儿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另外，准备些吃的，朕要与他们二人吃几杯酒。遵旨。
你往南边走，那边有舒家的军队。我不走，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你呢。你若不走的话，便会再次成为人质。到时候楚国怎么办？舒家怎么办？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若是一死，会有2国百姓都跟着你陪葬。能活还不活，偏要将2国百姓拉入这浩劫之中，这是你舒城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但是你得先走。走啊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今日你动了舒城，那你我就是敌人。没想到大主还有你这样的人物，放我们离境，令所有人放松，却在大营里劫杀，好手段啊！是，谁也想不到我会在这里动手。我以为世子被绑，你们总要从长计议，起码先谈再战，哪知道会有这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谋划。哪有什么谋划？只不过见不得他受委屈罢了。你是喜欢舒城的是吧？好巧，我也喜欢他。掳他回燕国，就是为了同他成亲的。很好，你说完这话就是个死人了。不能再失去你了。走，走。舒城，沈夜，沈夜。沈夜，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燕庄，你休想再动他！世子，我说过要与你成亲的。他是我与你何干？沈夜，沈夜，醒一醒！沈夜，你醒一醒！沈夜，沈夜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就不会再留你一个人。我就算背你，也要把你背回楚国。沈夜，你醒醒！别睡了，沈夜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别睡，别睡。沈夜，沈夜，沈夜，你醒醒！
沈爷，沈爷，醒醒！沈爷，世子大人何必受这些苦呢？我们走了1个晚上，醒来还是这个鬼地方。不过你别怕，我一定能带你活着回去的啊！放下我吧，否则我们2个都得死。放下我，往南走，到了大楚你就安全了。我不要，我既然选择救你，我就不会一个人活着回去。我选缔不了和谁缔结婚约，但是我可以选择现在要救你。我不会让自己后悔的。起来，赶紧走。沈爷，别睡，沈爷你别睡，别睡，沈爷你醒醒，醒醒，沈爷醒醒，沈爷，你混蛋！你知不知道这段日子我有多担心你？沈爷，你活着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回答我，别睡，回答我，沈爷别睡。我找你，也找得很苦。沈爷，沈爷，沈爷，你别睡，你别睡，沈爷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。你再见识一下。我先拿回去了啊。当心啊。大夫，大夫，什么人呢？手上来了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大夫，大夫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这位公子的伤虽然严重，原本不至于危及性命，但他体内先前就受了极重的伤，本该好好调养，可他还没有痊愈，就又长途跋涉，令旧伤加重。他身上的伤是新添的吧？真不知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这般不顾及性命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拜托你了。老身行医多年，用如此名贵的玉佩作为枕巾，阁下是第一位。看阁下与公子的装束，不是我齐女族的人。我们是楚国人。他是我私定终身的夫君，只因为家里不同意，才私奔至此的。原来是一对有情人。大夫，大夫，他能不能醒来，还得靠他自己。如果醒来了，你再付枕巾也不迟。如果醒不过来，你还要用钱给他办后事。
炸都炸不死，这次一定不会死的，对不对？你好不容易才回来了，这次你千万不能有事，别再离开我了。深夜，你能听到我说的话，对吗？沈夜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回大楚，你也不会弃我而去的，对吗？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那我们说好了。你都听见了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奇女族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奇女族附属一燕国，你现在马上走。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再经不起折腾了。到时候他们得知你的身份，你想走都难。你把我放这儿，你赶紧走。只要你醒了就好。来，我喂你喝药，躺下。你回来了，不是让你好好躺着吗？也该下床活动活动了。我先做点吃的，你先洗手啊。啊，没事儿，不小心弄的。我给你做饭。马上就好，等一下。菜好了。你身子还弱得很，怎么不做点好的补一补啊？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养我吗？向世子大人讨点火钱，做点好的呀。这替人写信作画的生意不好做，还没开张呢。
早说你不知民间疾苦吧？那么贵的字画，谁找你写啊？本世子的书法丹青很值钱的，是他们不识货。我教你一个新的民间疾苦吧。妻主不给火钱，是没得饭吃的。谁是你妻主？你这家伙，平日里我赏了你那么多金银，今日居然为了一顿饭跟我伸手。不吃就不吃。哎呀，还是那房东大伯看得真切。他说跟着你过不上好日子，让我早做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他看我长得俊俏，说再给我寻个富贵人家，顿顿有肉吃。准备些干草，去把他家烧了。哎，住着人家的房子，还要烧人家的房子，此事怕是不妥。但是这口气，我帮世子大人出了。我偷了他家后院一只老母鸡，现在就在锅里炖着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哼。妻主不给火钱，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那就看在这只老母鸡的份上，原谅他。来，好喝。你今日究竟去哪儿了？今日没生意，我去了趟药馆，跟大夫上山抓了几味药。医馆的事情何须你亲自动手？还不是因为医你的药名贵难寻，不得我亲自出马。你还真不让我吃饭啊？虽然本世子的名声是不太好，但是也不至于饭来张口吧？好好吃饭。好吃吧？这是干嘛？行山需要一整天，脚都磨得不成样子了吧？给你泡泡脚。哎，不是我照顾你吗？你都亲自为我上山寻药了，我不得好生伺候啊？明日是奇女族的祭祀礼，我们去祈福吧。你是妻主，我听你的。这就是掩人耳目的说法，你也不用时时都挂在嘴上。来，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，来！相传，
秦女族的祖先是由西部过来的。当初各部混战，他心爱的女子去了战场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便带着他的思念，找遍了整个战场，整整10年。后来，他在这里找到了他爱人的营地和坟，他就一直守在这里，直到死去。后人建立的部落便叫做齐女。可惜没有一个好的结局。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如果我不是世子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，远离那些纷纷扰扰。可你偏偏就是世子。你愿意为了我，放弃你世子的身份，还有那些责任吗？还有你的未婚夫苏荣钦。愿齐女族的花神保佑我们大家世代平安。仪式开始了。你知道那最高处的花环代表着什么吗？什么？它是由秦女族的圣花编织而成。相传，得到它的人和他的爱人会得到花神的祝福。真的吗？不要命了！你是我的妻主，为你摘到花环，不是我这个主君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来，好啊！真好看。齐女族的花神祝福你们百年好合，相守一生。时光的旧事，语言无词，恨不能重拾。怅然若失，周而复始，是你的名字。两位远道的客人，祝福你们。两位已知，我齐女部附属大燕，很抱歉，齐女族世代安宁，不能因为二位而与大燕为敌。老身既是医者，也是部族的长老，不得不理解。在我走后，请帮忙照顾好他。
大楚世子，书城在此。见过书城世子，不必多礼。世子让本将军找的好苦啊！来人呐，都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此事与他人无关，要带走就带走我一个。你当这里是你们大楚吗？由不得你说话，给我上！若是你们要带走他，我就立刻自尽于此。一个活着的世子，总比一个死了的书城要更有用。本将军听说世子身份尊贵，在大楚国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确实活着比死了管用。世子，请。你带来我的花环，你就是我的妻主。你说过要带我回大楚。对不起，这一回我恐怕要食言了。世子，请。你们是逃不掉的，这里已经被团团包围了。林一母的军队也到了，你现在可以选择跟他们离去，也可以选择跟我远走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。我身为舒家的世子，不能任意妄为，只能辜负你了。沈夜，这些日子我会铭记一世。愿你今后平安喜顺，逍遥一世。就此别过，再不相见。撤！末将白孝堂见过世子，世子一切可安好。免礼。南车避雨。是。护送你们兄长离开。兄长。走吧。请世子快随末将撤回大营。诸军听令，分成2列，左右困住敌军。世子，这是何意？这些燕兵全部带走。其女部是燕国属部，世子不能久留啊。若我们就这么离开，其女部会被燕国怀疑与我大楚勾结，必会遭燕军的报复。是我打破了这里的平静，他们只是在求自保，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世子，传令下去。是。全部拿下。世子大恩。你娘会安排剩下的所有事情，没人会说你闲话，就怕3人为虎。姨母应该有所应对了吧？趁着寻你未受节制的机会，拿下了3座城池，这回咱们只赚不亏。还不够，我们还得防着皇上在朝中颠倒黑白。请姨母速派800里急报回京，令兵士沿途高呼“我军大捷，击退燕军，开疆拓土”。好，传令下去。是。1队人马不行，至少3队。第1队出发之后，
第2队隔3日，第3队再隔3日，依次出发，全部要沿途高呼。陛下，边关急报。念，是。世子书成现已脱险，正于回京途中，不日抵达。真是命大。想说什么？莫不如我们趁他在回京路上，将他除之而后快。臣儿还想请姨母尽快打通我军这奇女族的通道。打通这里，并不能对局势有所帮助，反而会拖长了战线。臣儿想让姨母收了奇女族，让她归属于我们大楚。多亏了他们，臣儿才得以活命。我不能连累他们。况且，这奇女族位置特殊，一旦控制，便犹如匕首卡在燕军咽喉。若是得了奇女族这领地，便可以绕过皇家的嫡系，与白家军相连，形成犄角之势。舒家与白家世代交好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声势就更大了。那女帝就不敢再乱来了。不止，形成这犄角之势，对外我们可以更好的御敌；对内，若是他的人马有任何的异动，我们可以立刻包夹。姨母，机不可失啊！传我军令，9字营突袭西北50里，护住奇女族。敌军若有异动，明字营全力牵制。这块地方，我们要定了。是。谢过姨母。你既已回来，我便能放开手脚教训燕军，为大楚，也为你讨个公道。就从这里开始，也让边陲小部知道，咱们大楚恩怨分明。姨母威武。既已来到军中，便在军中多住些时日，远离朝堂，在军中历练，对你大有益处。若是之前，臣儿巴不得，可眼下，我得速回京城。动不得。此刻舒家势头正盛，动不得。他舒家简直就是因祸得福。传朕的旨意，让枢密院尽快接手和谈之事。朕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他舒城被燕人所掠，才使我大楚又起战事。但是朕依然会为舒城讨回公道。是。不让舒家独占风头，母皇高远。此时朕无论做什么，都是替他人做嫁衣。不过这嫁衣又不得不做。暗中散布消息，大楚上下皆中了舒家的圈套，是舒家暗中勾结燕国宰相做局，扩张势力，威逼咱们皇权。母皇，这说辞未免有些说不通啊。说不通不要紧，没有证据也不要紧，朕只要他谣言四起就可以了。是，儿臣明白。另外，尽快安排舒城的婚事，既是奖赏，又是转移注意。是。
想，思绪越惆怅。若因秋霜，蝴蝶未成霜。昨夜阴凉，今夜思念。它是由琴女族的圣花编制而成，相传得到它的人和他的爱人会得到花神的祝福。时过变迁，碧波似流年，两人并肩，钟情。你带来我的花环，你就是我的妻主。你说过要带我回大楚。你现在可以选择跟他们离去，也可以选择跟我远走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。我身为舒家的世子，不可任意妄为，只能辜负你了。如今你也安全了，我终究得回去继续我的使命，履行那道赐婚的旨意。我出生便享受世子的尊贵，便有相应的责任要承担。但沈夜，我好舍不得你。恭迎世子，精卫营前来迎接世子回京。你们终于到了，很好。战马和战袍也备好了。红月、南风在，帮我换上。心有所想，思绪越惆怅。若因秋霜，蝴蝶未成霜。昨夜阴凉，今夜思念银霜布满园，潦草漠然纸上。时过变迁，碧波似流年，两人并肩，钟情口难言。世间繁华，终究只是过往的云烟，唯有你在心间。星空下你闪烁的眼，比月光皎洁，愿此生并肩。将时光转刻成诗篇，我只手与你，翻阅千万遍。怪想念太后之后觉，我情愿沦陷，你白衣胜雪，让爱温暖这瞬间。三小姐，
你要自尽？是啊，之前不管是在皇上那儿，还是在家里，不管什么事情有牵连，至少有你给我当后盾。现在听了你跟舒大人的秘密，而且都是不该听的，我连后盾都没有了。或者实在是太冷，还是死了比较轻松。我这会儿正在沐浴，你要死，能不能晚点再死？不行，我就要死给你看，让你以后一沐浴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我；你沐浴的时候，我的鬼魂就出来给你搓背。那你快点死吧，我现在正好想搓背，来。舒城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不仅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苏荣清死，这就算了，你还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啊！怎么原来没发觉？你身姿竟然如此好，怪不得沈从对你青睐啊！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那等你跟他有了什么的时候，记得知会我一声。啊不，我们一会儿去趟苏府，有些事情得尽早做，私下里处理。我母亲没开玩笑，她真的在计划弄死苏荣清，我就去找她一趟，让她自己退还。这么晚去啊？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快救火！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兄长的话，外面许是走了水。去母亲大人那边看看怎么样？兄长正在练功，这当口身子孱弱，敌不得人。无碍，再有半炷香，我便可以收功调息。你去吧。是。快点，跟上！谁？书城，拜见苏公子。深夜来访，请恕在下唐突。此番打扰是为了你我的婚事而来，还请公子宽宏配合，解除婚约。此乃书城欺信于公子，向公子告罪。莫不是世子大人觉得我配不上你？岂敢！个中缘由不便细说，只好当面来谢罪。那若是在下不肯呢？此事对公子来说绝无坏处，只不过书城心中确实另有他人，实在不敢辜负公子。世子殿下若是心中有他人的话，到时候再娶个侧君，我其实也并不介意。我介意，我非常介意。我心里只装了他，没有别人的地方了。那他是何人？一个欢楼的小官。世子大人是要为了一个小官，放弃与苏家的联姻吗？是。我怕世子大人将来后悔。不悔，永远不悔。口气还挺，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堂堂舒家世子，怎么能够如此肆意妄为呢？你是谁？怎么是
你，你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所以你刚才在帘子后面就看着我出丑啊？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我还挺感动的。不枉我为你杀了苏荣清。怎么样？去公子那儿看看。你杀了苏荣清，不行吗？我来就是为了劝说他解除婚约即可，你何必要杀人呢？哟，你这还心疼人家了？他是我老师的孩子，他没有做错什么。我刚才说的话你都没有听到吗？我和他之间有什么心疼不心疼的呀？刚刚外头那火是你放的吧？咱们一个来杀人，一个来放火，倒是挺般配的。我放火的时候可说了不要伤到人。咱们今天晚上注定要做一对杀人放火的雌雄大盗。他毕竟是我老师的独子，你怎么能如此鲁莽呢？算了，你先走吧。事情已经闹得太大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保护你。自边塞一别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我们以后永远不分开了，我向你保证。可此次匆匆一面，你就舍得我走吗？舍得舍不得，又能怎样呢？你快走吧，后面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来人，听着，苏荣清的事是我舒城做的，与他人无关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想办法？见过世子。世子大人，我等是奉苏大人之命前来保护公子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苏荣清的事情是我做的，与他无关。公子，兄长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单独对世子殿下说。是。他们为何叫你公子？你为何能使唤得了苏府的府兵？沈烨，苏荣清，你们是同一个人。苏荣清，见过世子。你溜的倒是挺快，我差点被人逮住了。你见着苏荣清了吗？他同意解除婚约了吗？我刚刚在苏府看到有个人在指挥救火，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沈烨的人，好像叫做碧玉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后来想，唉，不可能的。除非苏荣清就是沈烨。那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那他就是一个离奇的不能再离奇的男子了。是啊，他还真是个离奇的男子。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沈烨真是苏荣清？嗯，那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好累了，想早点休息了。啊，
你这算不算一举两得、两全其美啊？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这几日你总是心神不宁的，有什么心事吗？母亲，这门婚事一定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？那苏荣清一定得死。那是以后的事情了。今日进宫，你只管领旨谢恩，旁的不要管。敢问母亲，上次边塞的事情之后，咱们舒家的势力是否更强盛了呢？女帝那边又是否对我们更加忌惮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孩儿就是想知道，如果我抗旨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这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呀！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母亲不说也无妨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最好把你那些宽厚仁慈收回去。女帝是不会容忍你抗旨的，因为苏荣清就是她安排在咱们舒家的眼线。你对他的任何同情，将来都会变成一把利剑，插在舒家的身上。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宣辅国公舒柔及世子觐见。参见陛下。接旨吧。是。大楚承天，女帝诏令，辅国公舒柔嫡女舒成，才德兼备，忠君爱国，甚得朕心。若冠已过，逢娶亲之时，朕赐之，与苏齐之子苏荣清成婚。钦此。谢陛下。世子可以领旨谢恩了。陛下，小女得陛下赐婚，想必是高兴的失了神，臣代她领旨。谢陛下恩典，恕臣不能领旨。世子可是要公然抗旨不成吗？舒成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收回你刚才的话。臣不能。成儿，刑部礼部。臣在。舒成，该当何罪呀？你很勇敢。那好，朕就成全你的勇敢。你这抗旨之罪是逃不了了。来人呐，把舒成打入大牢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小女无知，惹怒了陛下，请陛下恕罪。我看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还能说出什么徇私的话来？岂有此理！他们舒家真以为他们是大真主了吗？
公然抗旨，胆大包天，他们就不怕朕斩了他们满门吗？母皇息怒，母皇息怒！哼，息怒息怒，就知道让朕息怒，朕要你有何用？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们不如趁此机会。难道你要朕拿性命和大楚的江山去赌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心为母皇分忧。儿臣只是眼见最近舒家行事越来越嚣张，气不过，而且舒城那个混账东西，竟然敢擅自揣测母皇的意图，还在百姓间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个俘虏，还被百姓宣传成了英雄。此事若无法加以利用，不妨怀柔。有什么办法说？母皇，儿臣与舒城有同窗之谊，愿前往劝他，让他领旨，再请个罪，莫要辜负了母皇的良苦用心。当然，教训是要给一点的。也好，你去告诉舒家，这大楚，还有他们舒家，都是朕一个人的。记住，别把事情做得太僵，让大家都有台阶可下。你去告诉舒城，朕念他年幼，不与他计较。儿臣明白，儿臣会让他写下认罪折子，再布告天下。去吧。儿臣告退。陛下，要不让老奴跟着，免得大皇女在气头上跟世子再发生事。随他吧，也许他的手段管用。公子呢？见过家主。快叫公子来。是。母亲大人，你找孩儿。舒城抗旨了。真没想到他会介意到这般地步。这孩子表面上轻了，骨子里可是倔强的很。他明知道皇帝在恼他，他还要触人家眉头，这不是倔强，这是有点蠢。看样子他是真的生你的气了，让他慢慢想通吧。眼下舒家势力正旺，皇上不会对舒家动真格的，想必他也是吃准了这一点，也算是粗中有细。按照他这性子，这以后我还不得日日向他赔罪？内官传出话来，已经派大皇女去训诫了，他只需上个请罪的折子，给陛下一个台阶下，剩下的事我们慢慢筹划。大皇女卫心。儿臣沈烨，于大婚之日向陛下请安。你要称呼朕母皇。儿臣沈烨于大婚之日向母皇请安。你父亲若是看到你今天这般光景，他该有多开心？儿臣向母皇敬茶，聆听母皇教诲。快起来！若是寻常人家，此刻定会叮嘱你，与妻主相亲相爱，事事先为他考虑。不过这些话朕不能说，这些事你也不能做。母儿长大了，凡事要替朕分忧。记住，他们母女两人是朕的敌人，也就是你的敌人。你要利用舒城，掌控住舒家。等时机成熟，你与朕里应外合，将他们一并处置，不留后患。你万万不可学你父亲，
背叛于朕，否则别怪朕不顾母子之情。沈烨明白，沈烨永远都会听陛下的。那就好，朕相信你不会让朕失望的。荣亲，谢过母亲。见过家主。母亲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成儿啊，今日你大婚，满朝文武皆贺，皇上的赏赐更是按照皇子的礼仪，丝毫不差。这对你来说是一份天大的荣耀，但是母亲却要来提醒你，这并不是什么赏赐，不管他是苏荣清还是沈烨，对你来说，都是一个威胁。他可不仅仅是个威胁，他还是个脏东西。即使是威胁，也要注意措辞，不必如此粗鄙。孩儿失态了。敢问母亲何时动手？今天吗？今日毕竟是你的婚礼，也要图个吉利，此事可以慢慢来。既然要弄死他，何不趁早？反正宾客都在，红事变白事，也不用再请客人了，倒也是图个方便。你这是以退为进，是在说反话吗？毕竟是一条人命，不要急于一时。可孩儿还是想就地解决。成儿啊，之前你可都是念着他的，今日怎么如此暴力？是有什么不舒服吗？回母亲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弄死他。你这副样子，就是做给母亲看的吧？娘告诉你，不要对这个人有任何的希望，也不要对他付出真心。这样一来，他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伤心。母亲放心，他死的时候，孩儿只会庆祝。毕竟是你老师的孩子，也不必很开心，对吧？喜轿来了！是啊，快看，哎呀，这喜轿真够气派的呀！是啊。喜轿来了，快让路啊！快点闪开！哎呀，这真远啊！快点！别傻了，这么好看！是啊，还真的喜气。
佳人落轿，福气万千。柿子只需轻轻射出，落在轿边即可，讨个彩。兄长，世子正拿着弓箭。辟邪见喜只是风俗，不打紧。这种风俗可曾出过什么意外吗？哪曾出现过意外啊？难道还有妻主射死自己的新主君不成吗？他好像是认真的。怎么可能？他与我成婚，他肯定是开心的。好主意。兄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就是太激动了。看看里面的人是死是活，活着迎出来，死了就算了。世子还有踢轿门的说法。苏公子，有请了。怎么还没有礼成，便要谋害亲夫吗？既然你不听劝，硬要成亲，那你就好好接受这种方式吧。既然你一箭没有射死我，那就得劳烦世子殿下引我入府了。见过母亲，太离谱了。哎呦，既然礼已经成了，那就迎新人去前庭吧。是。主母，请用茶。成儿的父亲常居云州，有些话就由我来说吧。你入了舒府，就是我们舒家的人了。以后你二人要和美，你要体贴照顾你的妻主。谨遵主母教诲。送新人入洞房。成儿，随我去招呼客人。是。下臣拜贺舒大人，贺世子大人新婚大吉。哎，你们家那位三小姐没有来呀？啊，回舒大人的话，那孩子本来是一定要过来的，可昨日突然生了急症，没这个福分。改日，下臣一定会亲自带他登门谢罪。哦，那便是可惜了。原本他和我们成儿可是最要好的朋友呢。飞鱼，哎，贺世子大人和新主君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各位，贺舒大人喜。
请。见过世子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？兄长让我俩在此地迎接世子。用不着你们，我自己进去。都下去吧。见过世子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跟过来干什么？回世子的话，吾等随时听候差遣的。差遣什么？嗯？还是你们想听见什么？无耻！你们都下去吧，也请世子把你的人也都撤下去。这好好的洞房之夜，舞刀弄枪像什么话呀？府兵听令，全部都撤下！本世子不要。世子紧张什么？荒唐！我怎么可能会紧张？不紧张，哪来这么多汗水？洞房之夜，世子又为何会安排府兵？很明显啊，我在提防你。是告诉别人，告诉家主，你在提防我？你干什么？与世子共饮合金酒。我刚才喝的有些多了，你这杯我不想喝了。这杯酒我等了许久，怕是由不得世子。好了，现在酒没了，你睡吧，我走了。洞房之夜，世子想去哪儿？难不成你真想和我洞房啊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别的事情都可以听你的，但这件事情不行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货色？难道你还敢对我用强啊？那世子就看沈烨敢不敢对你用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还请妻主帮我摘掉面纱。你想得美！我说了不让你走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别忘了，本世子可是清月派掌门的关门弟子。知道本世子的厉害了吧？
知道。那还请关门弟子把绳子解开呗。关门弟子要是知道怎么解开，不早就解开了吗？你来。那我来了。你是故意的。你冤枉我了。那我来。接着来。突然想起了那日我们在车里的景象。怎么又没动静了？是啊，真着急啊！兄长洞房，你急什么？不是我着急啊，是牡丹那个家伙一直在踩我的脚。哦，这只脚是我踩的，抱歉。牡丹的意思是，打死他都不知道你会来。啊，我是担心兄长有危险。我尽力了。看得出来，床都塌了。今夜就先这样吧。你别再乱动了。遵命，旗主大人。谁允许你这么叫我的？不该叫吗？算了算了，我困了。就这样吧。行。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喜欢我就大大方方承认嘛，何必这么鬼鬼祟祟的？你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？本世子见过的好看的男人多了去了，谁喜欢你？起来。哎，喜不喜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缘分。你看我们这个姿势，多有缘分。什么缘分？什么缘分？你给我起来，我要热死你！起来。我也不是不想起，但我起不来呀，你看对不对？起不来呀，就躺着呢，是吧？我要热死了，躺屁！你快起来！请世子主君洗漱。见过世子。滚开！哎，旗主去哪儿啊？你少管我！你一会儿要去给母亲请安，还有，你别再这么叫我了。一同去吧，稍后也可以跟您禀报一下嫁妆细软。你自己去给母亲请安。你那些嫁妆我还看不上，你留好收好，他日一起带着离开。还是一块儿吧。你别再跟着我了。昨天晚上慕容家家主来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慕容婉清没有来，我得去瞧瞧。旗主慢点啊，一会儿回来给你做午饭。
兄长，辛苦了，昨夜塌了床，今早又塌了床架。不辛苦，这命苦。啊，帮我换张新床。是。兄长慢走。荣卿见过家主大人。你瞧瞧，正想着怎么杀了你呢，你自己就过来了。啊，吃饭没有啊？原来家主是因为这点小事心烦，那是荣卿的错了。至于吃饭嘛，我还是想等世子一起，请家主训诫。哟，谈得上什么训诫呀？无非就是希望你多为舒家分忧解难。家主是想让荣卿出谋如何除掉我自己吗？有劳了。荣卿是苏家的独子，贸然除掉，恐怕家母不答应。那必然不答应。荣卿身份古怪，还背靠皇上，其中轻重也需掂量。说的是。还没搞清楚杀你的时机在何处。最重要的是，荣卿刚与世子成婚，还舍不得死。只要我不想死，我怕这个世上没有谁有这个本事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在舒家自处了。你若真是迷惑了成儿，令舒家危矣，那我也是不答应的。安分一点儿。你还能活得久一些，说不定荣卿能与家主找到另外的法子，让彼此都活得舒心一点。哦，那就要靠你多多费心了。荣卿定不负家主所望。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家伙，那你要快一点哦，我可没什么耐心。必然。见过家主。何事啊？慕容府着人求援，说是世子正在大闹。哟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慕容婉清已经病入膏肓，也就这1、2天的事了。那天我怕冲撞了你们的喜事，所以就没有告诉成儿。无妨，那荣卿先行告退。世子大人，你还是把我三姐姐放下来吧。走开，别碍我事，我要带她去看病。世子，我们已经请了很多名医，都瞧过了，这孩子撑不了几天了。我信不过你们，你们巴不得他死。走，世子，这孩子熬不住了。您刚刚成婚，莫要冲撞了您啊。这儿，母亲说的对，你将我放下吧。要死，我也得死在家里才行。你送我的礼物我还没有收到，你不准死。来人，将我三姐姐送回屋去！你敢？谁敢拦我家七主？苏荣卿，见过慕容大人。原来是舒家的心绪啊，失敬。你们2人刚刚成婚，何必来沾染这个晦气呢？荣卿还真的不知道救人心切和沾染晦气有何相干。我只知道，谁让我家七主不开心，那我就让他不开心。哟，1个2个的口气倒是不小，你一个心绪，就敢占舒家的事吗？住口！李宇南撤。没想到啊，
苏大人的独子，竟也有这般手段。真要是出了事情的话，我会让你们一家都给三小姐陪葬的。旗主大人，走吧。他一直有心口痛的毛病，说是从他母亲身上传下来的。你安排些人去太医阁把医手绑过来吧。这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绑架呢？把他带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行事方便啊。把他带来这里不是为了行那种事情的，因为这里隐蔽、安静，能不被外人所知道。那也需要大夫呀。你会医术？我不会，只是有一个略懂医术的朋友罢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开玩笑？你是真有胆量。且先让我试试嘛。哎，你别乱施针啊！无寒毒，看来得动用那件宝贝了。切主大人，可知道冰残破吗？知道，天下至宝，皇上那里有一枚，我去求他。求不来的，那是他留着给自己续命用的，谁求都没用。那我就去偷去抢，反正我要弄过来。家主大人没给你讲过，舒家也有一枚吗？从来没有。也是，偷藏了皇家的宝贝，也确实不能轻易提及。沈夜，你可知污蔑我舒家的下场吗？好，我去求我母亲。也求不来。求兄长救救他！你何时对他是这般心思？之前你可是连面都没露一下。他不能就这么死了。既然你想求，那就求世子殿下吧。这第三枚，在世子手里。沈夜，我要是有的话，我在这跟你废话呢。若是你有的话，你会给他用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我当然了。去把那几个人都叫过来，一会儿都用得上。快去。当年药王谷正身送予我的，他说我这人性格招人烦，哪天容易被人打死，让我留着保命。这明明是你的，非说是我的。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此物怎么用啊？直接捣碎了喂给他吗？此物治阴治寒，直接喂了，倒是死得通透。真身说的是真没错，你这性子是真该死。你能把话说完吗？找至阳之物，喂给他喝就行了。童难血，用此物化解就可以。不，哎。
你这家伙动作倒是快，拿盆去接着，别浪费，待会儿油干了。外面天这么冷，要不咱们回屋里去？哎，也能理解，那般血腥的场面我也见不得。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官，你什么样的场景没见过？别在这儿装模作样了。这般咄咄逼人，看来对我有些许的怨气啊！你太谦虚了，我对你何止是怨气，简直就是……我不想说污秽之语。看来你有很多问题，这样吧，你问，我答。你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想知道，你就告诉我，那冰残破真的管用吗？当年正山娘舅想要霸占药王谷，屠戮了谷中90余口人，还把正身打成残疾推入崖中。是我助他重夺药王谷，你说这药管不管用？其实小到药王谷，大到整座江山，这样的故事都是周而复始。既然是你的宝物，你为什么偏要说是我的呀？你拿我寻开心啊？舒家乃是第一世家，像我这种小门小户的，自然得多准备一些嫁妆。这冰残破就是我的嫁妆，那自然是你的。其实这些也算不得什么，这些年我还攒了些其他东西，金银都太俗气，我就不提了。像什么南凤古剑、赤腰甲，前朝4大名家联手所做的碧水图原稿，莫国国君的皇冠，这些应该还算拿得出手吧？这些都是你的嫁妆？哦，最近还得了3邦4国的9座城池，也算嫁妆，就当是给你留作落脚的地方了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你的人，嫁妆和我都是你的。母皇看他的眼神很是疼爱，除了他，母皇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是沈烨还是苏荣清，都与我母皇的关系非同寻常。你和……算了，兄长，兄长，沈从他啊，我知道，失血过多晕过去了吧？啊，先扶他回房间休息，一会儿你们都过来。是。你刚才这冰残破真是奇物啊！加了这么多血，竟然都煮不化。是啊，沈从真是尽力了。是挺努力的，都不找别人帮忙。那下面该哪位出力了？兄长见谅，我在大安国的时候，从了9公主。9公主乃人中翘楚，你不吃亏。南彻，你来。你不会演。兄长，兄长，我与燕国御厨家的小姐，兄长见谅。般配，咱们一个都挺有本事啊，现在才告诉我。
牡丹，我原先以为你是最让我省心的那个，没想到你不鸣则已啊！没想到在最放心的环节出了问题，我真的是……我去寻几个人来。来不及了，一会儿血都干了。你们世子息怒。啊，兄长，你这兄长，这么看我干嘛？兄长，你与中山侯的事是假的吧？就知道你在背后乱嚼舌根，假的。那大安国的大皇女呢？我不喜欢她。那还有南疆的那个……滚！哦，是。哎，区主有什么想问的？躺着别动，兄长说了，让你好好休养。你这小子真是勇猛，兑出半盆子血，直到晕过去都没吭一声。兄长说了，三小姐现在已无性命之忧，让你安心。可是也用了兄长的血。你怎知兄长与你是一样的啊？你们的事，我没有告诉兄长，自然也不会将他的事告诉你们。哎，三小姐已经没事了，你吃点东西再过去，着什么急啊？见过兄长。醒了。陪我喝点汤。好香啊！香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有脸喝吗？滚出去！哦，走。有什么想问的，大可直说。冰残破本身就是至阴至寒的毒物，兄长是用它以毒攻毒的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将案庭中主司刑讯的人，都交给了牡丹调遣。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的。至于要不要告诉他实情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毕竟也是件诛心的事情。谢过兄长。一点小事，不至于。谢兄长救他。倒也不至于。我是为了世子，你是为了他，这是件两不相干的事情。我只是不想让他死在别人手里。嘴硬是没有用的，你对他是何感觉？以后想怎样对他，你起码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这段时间他会留在凤楼，你自己也好好想想，哪怕你要亲手杀了他，也别再犹豫。
疼。你要是再用这种表情看着我，你就下车，走回去。哦。啊。那个玩意儿，真的是要用血来溶解啊？嗯。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可能什么血都可以，不一定非要那个？药王谷的人跟我说，必须得用童男的血，否则非但没有效果，还会……你怀疑我？我没有啊，我是怀疑，货不对版。货不对版。七主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验货。你起开！难不成七主是不知道怎么验货吗？你若真是个童男，怎么会如此轻佻？咱们是夫妻啊，这个不算轻佻吧？我不管，要是主动，只能是我主动，你主动就是轻佻。明白了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请七主主动一些。已经流了这么多血，就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吗？休息休息。哎呦头晕，流太多血了，头晕。朕听闻，那小两口子的日子过得也不太平吧？辰儿几次被蒙骗在谷里，对荣清有着诸多的埋怨。陛下不必担心，荣清自有办法消除与辰儿的隔阂。哼，他有办法，他对别人有的是办法。我看对于舒城啊，那就未必。只是怕还没有圆房吧？这可不行。我让她嫁入舒府，是相信她能控制住舒城，再为舒家生一位继承人，以便未来可以完全的掌控舒家。此事长远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她答应过朕的事，她必须要做到。曾经也有一个人答应过朕，说要倾尽全力维护朕，可是他食言了。朕不希望沈烨成为跟沈泉一样的人。荣清到底是陛下的血脉，如若真有不得已的时候，恳请陛下手下留情。无论是朕的事，或是他的事，都无需同你商量吧？是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舒家是没人了吗？让你来做饭？你手上的伤好点没？托世子的福，已经好了。那你也用不着做这些啊。我命人再给你拿一些血蛤膏。
小生无碍，主要是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来，坐，尝尝。合胃口吗？嗯。你若喜欢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你只是苏荣清的话，我母亲都会担心。更何况你还是沈烨，还做了那么多离奇的事，又是皇上给我们执意赐婚。对于舒家来说，你太过危险了。你要不要尝尝这汤？我觉得这汤挺好喝的。你的种种行径不是用一句玩笑就可以搪塞的，有些话我们还是得说清楚。你是不是觉得烫？那我帮你吹吹。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呀？你是不是在担心我？我在同你好好讲，你好自为之。我的好自为之就是与你成婚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排。既然两个人相互喜欢的话，就好好在一起。我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不让别的事儿烦你。沈烨，我不想看着你死，所以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不仅要保持距离，我还会一直将你视作敌人，这对我们都好。对了，骂你是脏东西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好像也没那么不堪。哪个人会跟敌人说抱歉啊？还得吃你剩下的饭。好喝。这劲道，看来这伤是全好了。抱歉。那制毒之人已被擒住了。那最后是证言，此人是药王谷的叛徒，是慕容羽请他制毒毒害慕容红，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三小姐，令所有人都以为是心痛的遗传病。这三小姐也是个可怜之人啊。孩儿见过母亲大人。快坐。谢母亲。新婚燕尔，感觉如何呀？时时作呕，别无他想。难道这沈烨中看不中用？去寻过大夫了吗？不妥，终归是丢了舒家和苏家的人。那可用此理由退货？他真的不中用啊，这可就难办了。我得同你老师商议一下此事。哎，别！
连孩儿也不知道。那这么说，你俩什么都没发生？那个人心怀鬼胎的，孩儿怎么可能与他亲近呢？像沈烨这种极品佳人，按理说应该是精于此道，如此荒废，着实有些可惜。哎，他只是看着唬人，其实一窍不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母亲，您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与他交心，还会处处提防他。只要他稍有越线，我就立马处置他。母亲，孩儿想早日入朝参政，这样也好，在平日里尽量远离那个人，对吧？既已成家，那咱们就开始立业了。禀告家主，内官来报，陛下宣您入宫。来得正好，你少安勿躁，娘这就入宫与陛下商议你的事。谢过母亲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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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此毛躁，惊动了列祖列宗，视为不敬。孩儿失礼。何事啊？母亲，三姐姐回来了。回来？尸体运回来了？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不可能！这么些年的巫寒毒早已侵了他的心脉，正应该是毒发身亡之时。依我看，就不该如此迂回，不如一刀了结来的干脆。她毕竟是慕容红的独女，若要是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如何向全族人交代？孩儿认为他迟早会是个祸害，不如尽快处置了。既然暂时要不了他的命，那就换种说法。我来给你送吃的了。我进来了。真是会找麻烦。怎么这是？四妹妹，我母亲已经将你逐出家门，如今你已经不是慕容府的人了，再敢乱攀，我便打死你！我做错了什么？母亲要将我逐出家门？你还好意思问了？慕容家受了你多少牵连？谁知道你以后还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？四妹妹，烦请你告诉母亲，我会向母亲和列祖列宗请罪。只要不将我逐出家门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还敢乱攀？好，今日我便放开了，好好教训你。谁啊？哇，你运气真的很好，他本来是瞄准你的头打的。哎，力道还是差了点啊。跟我走。我要回家，哪怕向所有人请罪，也要求他原谅。你想的倒是挺好，如今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，想入府，做梦吧！若他想，我便护着他进去，或者
踩着你进去。行，你想入府也可以，但是得有请罪的样子，给我跪着入府。沈岑公子，这是慕容家的家事，请你不要再管了。这个家，你一定要回吗？我慕容府执行家规，不容外人插手。说到哪里我都有理。以后你的事，请自便，我不再管。今日我就要替母亲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这下你麻烦大了。沈岑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说好不管慕容家的事了吗？你方才说，他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，他的事便不是慕容家的事。那又怎样？他欠我们慕容家的，我必须要讨回来。刚好，我也要向慕容家讨要一些东西。沈岑，你的病，你母亲的死，都是中的毒，和这个家脱不了干系。你是信我，还是信他们？你刚刚也是想要了我的命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沈岑公子，求你帮我一个忙。慕容家的祠堂里有2个牌位，慕容红和他的主君，求你帮我取出来。快给我拦住他！沈岑，切勿伤性命，就当我还了慕容家的情分。对，但他就正堂而皇之的就进去。旗主大人去哪儿？去你的老窝找慕容，叫他先别回去，非不听。现在被家里赶出来了吧？见过母亲大人。这是要出去吗？是。都回去吧，此后1个月，你们不能再出门了。恭喜世子大人，恭喜世子主君！皇上安排您2人于家中休沐1月，是陛下对2位新人的体恤啊。感恩母亲，陛下，这是何意啊？皇上想让你们1年之内生个孩子，故而督促你们恩爱的意思。所谓休沐，就是比禁足好听一点的说法罢了。世子这是哪里话？这是陛下的恩典。成婚之事，陛下要管；成婚之后的事，陛下还要管。陛下这恩典，很绵长啊。不止呢，陛下安排吾等入住舒府，要时时记下世子与主君的恩爱，好呈报陛下安心呢。如今这监视朝臣之事，已经不需要任何掩饰了吗？世子言重了，这是陛下对您的关爱。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咱们接旨吧。你这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，真让人讨厌。讨厌就对了。
借主隆恩，小人接旨。嘴硬是没用的，你对他到底是何感觉？以后想怎样对他，你起码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这孩子命好，满门被抄斩，只因他还差1个月才到16岁，这才得以充军，成了战奴。此物乃一个人的生辰八字，是我要取宫门的主君。你的病，你母亲的死，都是中的毒，和这个家脱不了干系。那慕容羽，他行事如此猥琐，眼见着蓝氏一门大杀将倾，让他执掌家事，是为娘此生最后悔的决定。衣服放在那儿吧，先帮我捶捶肩。三小姐已经回去了。怎么是你啊？红渊呢？我伺候妻主沐浴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互不打扰，我们离得越远越好啊。可现下皇上不是给了道口谕吗？我也只是奉旨行事啊。这抗旨的事又不是做了1次2次了。那你哪次不都乖乖就范了吗？大内官不就在那儿吗？咱们怎么着也得做做样子给他看啊。那你就好好沐浴，你离我远点啊。妻主不会以为休沐就是沐浴休息的意思吧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，至少是我和你这个家的一家之主。现在承认咱们是一家人了？暂时的嘛，做做样子。反正既然我是一家之主，那什么时候同房，要不要同房，都是我说了算。哎呀，那既然如此，只好听皇上的话，与妻主一同沐浴休息了。你这眼罩管用吗？皇上的面子我得给，但只要妻主不愿，那小的我宁可荒废了我这一身的本事，装装样子。哼，说的好像你会很多似的。你此刻也敢挑衅我？不，打扰了，我走。走了。妻主还真是配合。你看得见？我这是听声辨位。
起开！这是为官本世子沐浴呢。世子与主君已共同沐浴半个时辰，都给我记清楚了。世子几时进去的？主君何时出来的？是。辛苦了啊！敢问世子大人，您与主君休沐之时所做何事啊？敢问内官大人，您身体可否还健硕啊？内官大人，您稍后，我一会儿出来与您细说。你们就听他好好编排吧。世子大人，世子大人，世子大人。世子大人，世子，本世子现在心情不是很好，内官大人最好想清楚再说。世子大人，下官今夜无事可记呀。所以呢？所以还请世子大人与主君共寝。你办自己的差事，让我给你提供素材啊？下官除了记事之外，还有督导之责呀。本世子如何过日子，用你来督导吗？这也是下官的差事。下官深知此举会惹怒世子大人，但皇命难违。您可以随便选一个处置，然后去与主君同房吧。杀人之后再去同房，谁还有这个心思去同这个房啊？世子若是不允，便是下官的差事没有办好，也只好选一个先行处置了。红渊，去把我的枕头拿出来，我一个人过去，谁都别跟着我。是。你也扔枕头啊？那日在妻主肩头休息得真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个福分。你别想了，没有了。那我的肩膀，说不定也挺好的，可能比你手上的枕头更香。你更不用想。我真是没想到，竟然有一天，我会在自己的家中找不到一个睡觉的地方。这不会是你和皇上商量好的吧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鬼才信呢！不过，你折腾我也得讲点分寸，小心我报复你。若是妻主真的不开心的话，也不必委屈自己。沈爷就在这儿，打也可以，骂也可以。实在不行的话，皇上的话咱们也别听。本世子是不太灵光，但我还是知道，眼下皇家与舒家的平衡来之不易。我母亲呢，想让我和你保持距离，而皇上又让我和你亲密无间。确实为难。
那不知道七主心中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重要吗？在别人那或许不重要，但在我这儿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说的真好听。我若真那么重要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这门亲事作罢。作罢的前提是你真心不想娶我。你真心不想娶我吗？哎呦，困了，好困啊！困了。没想到堂堂世子，还有需要喝咸酒汤的一天。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好像是。最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意料之外。那说说你吧。不妥，我得整理清楚了，再同你说个仔细。行，那说说我吧。昨日示众的事传出去了吗？你还好意思问啊？堂堂世子带自己主君喝花酒逛欢楼，不愧是你，厉害！我就说了吧，你真的很有这方面的天赋。那看样子是传出去了，挺好。挺好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都会有种被拉出去游街的羞耻感。你还说挺好？我已经没有时间顾得上旁的感受了。怎么说？一面是皇上让我们休沐恩爱，一面收母亲让我们保持距离。我夹在中间都快喘不过气了，我哪有时间顾旁的呀？那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重要吗？早就不重要了。本来呢，我想着可以找到那个少年，再成就一番事业，也不枉我这个第一世子的名头。但不知道，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至少，你找到了那位少年，而且，你们还成了亲。如果他只是那个少年，该有多好啊！你还是得当心点，沈爷。我会小心他的，我知道。他这个人，深不可测。我总觉得他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世子，家主请您去书房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沈，不着急，花有花期，等我修完这花再说，免得过了时辰。你这又是装的什么蒜啊？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之前眼里皴汗的样子。三小姐自重啊，在下已是人夫了。你这人夫当的倒是挺委屈。听说他让你当众献舞了？你知道不好意思，或者难为情，或者羞耻为何物吗？这个人就是知道的太多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。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怕是要寻了短见。但是你，
做不出这种事儿。自在点儿，书城没跟过来。确定？嗯。沈苏，在你府上，我还是得叫你一声主君。虽然听着很顺耳，但咱们是自己人，就不这么客气了啊。哎，找你帮忙还是得客气一点。你喜欢听？要不我多叫几句？啊，够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还同他说，你这个人心思重的让人害怕，无从猜测你是人还是魔。但是我还是得向你求助。可从魔鬼这儿讨不到什么便宜哦。全凭你安排吧。既然你能救下蓝星，收他为义弟，又把他带到我面前，想必你是有更深远的安排吧？看来你都知道了。不过，我教这家伙这么多本事，还养他那么大，你想把他从我这带走，咱们可得好好算一算钱。开玩笑。确实有些安排。那我想知道，你给他的安排，和给慕容家的安排，如果我能参与。魔鬼能有什么好的安排呢？无非是引人入地狱的事罢了。我觉得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毕竟，杀人灭口这种事，沈烨也做的。自打你从凤楼出来，那家伙就一直跟着我。我觉得想见我、照顾我是假，想见你是真。既如此，为何不亲自问他？行。怎么，还让我走啊？你不走也不行，因为你们喝花酒的事，舒城恐怕是要被舒大人责罚了。你母亲并不是得了心痛的病，而是和你一样，都是巫寒之毒在作祟。有人害死了她，这种毒需要常年服用，日积月累，就像得了心疾。到死时，还以为只是心疾不治。慕容鱼下的毒，他杀死了你的生母，还夺走了家主之位，而你认贼作母。听上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怨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尝不出甜味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知道，害兰家的人不是你，你没有做任何的事，甚至连定亲，你也做不了主，所以我一直留着你的性命。想要报仇吗？夺回家主之位呢？
这是母亲给我的正法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这事情本就由我而起，自然该由我代受。我知妻主心中所想，是想顾及两边，不愿再见朝堂冲突，左右为难。我就是想自己找乐子罢了。我就是有点委屈。我没事，你别再靠近我。皇上满意，我母亲也会不满意。以后我们再小心一些，一天亲近，一天疏离吧。你等着想过这样的日子？都问我是不是想过这样的日子，我的想法有用吗？我只知道，以后的日子不负以往了。这就起来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自己受着吧，不用你陪。裴贵这种事情，谁都能做，有什么用？这多少是有点自找没趣。这何止是自找没趣，简直是找死！母亲本来就看他不顺眼，天天想着法子去处置他，他倒好，自己找不痛快去了。你这关心很明显嘛。我有吗？不过你别着急，那个沈烨啊，绝对不简单。他那么费尽心思的进了你们舒府，现在肯定是要好好维护。没准儿他就去跟舒大人讲和了呢。可她嫁进来，一看就是别有用心，这太明显了。她说什么，我母亲都不会信的呀。你不会想说她诚恳坦荡吧？这两个词可是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虽然他这个人是多有遮掩，但我觉得他对你还是很真诚的。若我生在平常人家，只此一条便够了。可我身为舒家的世子，就不能如此思量。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事情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样，还有我们不曾想过的。这才像他做的事儿啊。你说他哪件事情做的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呀？没准儿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担心的事情就已经解决了。可我母亲明知道他是皇上的人，也会接纳他。慢点。好，都好，都好，都好。日后啊，责罚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成儿做事出格，你要多提醒他，约束他。他若是有什么不满，你来找我便是了。谢过家主。叫母亲。
孩儿谢过母亲大人。嗯，起来吧。成儿，你日后若是再荒唐，我可绝不轻饶。稍后，去把内府的开支账簿交给荣清，日后内宅的事都交由荣清打理。孩儿遵命。荣清啊，听说你厨艺一绝，我从礼部回来，定要尝尝。母亲大人放心，孩儿定不负母亲所望。日后咱们舒家定是和美的。这个自然。那孩儿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你累了一天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成儿送我就好。孩儿不累，那孩儿先去帮母亲大人准备膳食。嗯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母亲，今日天气不错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。啊，跟荣清说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母亲这般和气，可是对沈烨动了杀意。是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还请母亲再三思量，孩儿与他并未再生情愫，况且他的背景复杂，绝无杀意。你要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对他好一些，省得你老是总在我面前念叨。不管他是苏荣清还是沈烨，都已经是我们舒家的人了。日后不要刻意的为难他，在为娘这里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对他。不用再送。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？后背发凉。记主大人稍等，才一会儿就好了。世子放心，南彻定当尽全力为世子做好这顿饭。这顿饭反正也是给母亲大人做的，世子也未必会吃。你怎知我不会吃？这肚子里的问题没有100也得有80了吧？早就撑着了。你可是学了什么乱人心智的邪门本事？可是什么时候给我母亲下了迷魂药？那这顿饭总会有问题了吧？哎，世子放心，南彻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放心哦。南彻的先祖曾经是宫中掌管御食的，饭中下毒这种事，他是不可能做的。莫说是他，就算是我要在这饭中下毒，恐怕他都跟我翻脸。那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，让我母亲有了这般变化呀？是母亲大人充分感受到了我对你的情谊。我同母亲大人说，我是活生生进的舒家，我要走，只能变成尸首给抬出去。总之，我就是那种离开你会死的人。哦，如此一来，是我母亲被你感动到了。莫说是母亲大人，就连我自己都被感动到。祭主大人，有没有也很感动？我太感动了，别，你受得起，我佩服，我佩服。哼，还有些晕乎乎，想吃点清淡的。
兄长，糊了。做你的饭去。哎。尝尝这个。荣清厨艺果然出众啊，可见苏启所言不虚呀。哎，母亲大人言重，合您胃口就好。和，本想着吃完了饭之后啊，再去忙忙公事，不忙了，歇一歇。如此佳肴，当配美酒啊。荣清帮母亲大人满上。这杯，荣清敬您。来。哎，若是母亲大人有雅兴的话，那荣清愿为母亲大人抚上一曲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们家成儿啊，有你这样的主君，真是他的福分。哎，就是怕你过于操劳啊。哎，母亲大人这是哪里话？能为妻主大人和母亲大人抚上一曲，那是荣清8辈子修来的福气呀。来，抱歉，昨天喝多了酒，有点想吐。你们继续。